好，大家好，我是王炯，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在之前呢，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 vivo X90的开箱啊，把这个外观 ID 方面呢，好好跟大家聊了一下。这一期呢，咱们就核心项测评了。本期啊，两大重点，第一个啊，就是首款落地的天玑9200，之前工程机表现很好啊，在 vivo 的调教下表现怎么样呢？第二个就是影像方面啊，蓝厂算是很好的给我们控制了一下变亮啊，它的硬件模组呢并没有发生改变，这次主要的变化就是 V2 芯片，还有镀膜也有一些升级，自研芯片表现如何？我们这一期都来看一看。这块京东方 Q9 屏幕呢，有两个地方做一下小补充。首先就是它也支持2160赫兹的高频 PWM 调光，我们实际对比一下其他机型，在低亮度闪烁的情况上确实有明显改善。还有就是它新加入了一个智能控蓝光的功能，就是既能减少屏幕的蓝光，还能一定程度上避免屏幕太过发黄。很多小伙伴觉得护眼模式太黄啊，就不爱用了。这个模式下呢是有改善的。这两个功能加起来，如果你是眼睛比较敏感的小伙伴，在暗光环境下用手机，这个舒适度会有不小提升。影像部分除了 V2 芯片的加持呢，这次 X90 呢还首发加入了一项名为 VCS 仿生光谱的技术啊，这个听起来很玄学啊。简单来说呢，就是光线通过彩色滤光片到达传感器时，这图像信息损失会更小，让原始信息呢更加接近人眼。具体如何？来看样张。首先是白天光线充足的情况下啊，这个 X90 呢算是解决了上一代拍摄会部分偏红的问题。比如这张，你看没有那么红了，这个整体的通透感也更好，颜色也更漂亮了啊，这个天空更蓝了。不过在接近傍晚的时候，也就是稍微这个光线弱一点啊，这个 X90 的色彩呢虽然比较还原，但是当前版本的整体曝光不如其他几台来的亮。再比如这张 X80 的曝光确实是这几台里面最亮的，但是整体拉亮到这个程度有些不自然了。这个天空的偏红问题呢也比较明显。注意看左侧的树叶细节， X80 还出现了杂色现象。X90 虽然曝光低一些，但是放大之后的细节还是有保留的。整体拉亮是1啊，自然曝光是2，你更喜欢哪一种呢？在对比 iPhone 14的视频拍摄时， X90 还是有轻微的果冻和抽动感，但整体的画面颜色相比 iPhone 更好看一些啊。注意看远处天空夕阳的曝光控制比 iPhone 也要好一些。我们也反馈给了 vivo 啊，说这个录像果冻感呢是已知问题，会在下一版 OTA 优化。毕竟镜头没变嘛，这白天的表现呢感知确实不是太强啊，但是到了夜晚，这 V2 的实力就发挥出来了啊。首先最直接的就是一打开相机，取景框预览上啊，你明显可以看到 X90 的画面准净度和曝光控制都要好于上一代了，实际拍摄效果也是如此。比如这组大楼，明显可以看出天空部分啊，这个 X90 呢要纯净的多，噪点也要更少了。还有这组，它的噪点控制也要好于其他几台。可以看左侧灯牌的炫光 ，X90 在几台中呢也表现最好，其他几台呢怎么拍呢都有一种镜头没擦干净的感觉啊。这张左右两边都是路灯反射的场景啊，其他3台呢都有一整条炫光啊打在画面中间，而 X90 靠着算法和T形镀膜的功劳，这炫光控制要比其他几台好很多，而且中间鬼影反射也更浅，同时这天空还保持了比较高的通透感。看 iPhone 这边，懂的人知道这是蓝宝石的反射鬼影啊，不懂的还以为是满天飞的 UFO 呢。在整体的动态范围上 ，X90 这次也进步明显啊，比如这组金拱门啊，看起来 X80 好像是最亮的，但是整体的色彩明显有些问题。iPhone 整体曝光虽然更加接近肉眼看到的亮度，但是点餐机这块又过曝了。X90 算很好的兼顾了整体曝光和色彩这两部分的表现。极限暗光下，这表现就更为夸张了啊！首先就是整体曝光，手持只需要2-3秒的时间，3、2、1啊，给你点亮啊！这个出现杂色和糊片的几率呢，比上一代呢也要更小了。估计有小伙伴会说啊，这太亮了，不太符合真实场景啊。有句老生常谈啊，先谈拍不拍得到，再谈拍不拍得好。这亮度高，我们后期可以调整一下啊，但是拍出来就曝光不够，后期空间就比较小了。在极限暗光场景呢，我们这版本也有一些问题啊，就比如照上一代偏红的问题有改善啊，但是极限暗光还是存在的。软件方面呢，有一个改动，我觉得值得点赞啊。你看这台 X80，当你点击快门的时候啊，注意这个时候啊是直接就有快门声和这个按钮旋转一圈的进度显示啊，这两者是同时发生的啊。你可能会觉得，哎，点了它就响，你感觉好像成像很快，但实际上它这个成像啊并没有结束。当你手一抖想进相册看刚才拍的，结果发现糊片了，你得盯着取景框的噪点从静止变为动态，才知道成像是否真的结束了。而在这次 X90 上呢，你点击这个拍摄并不会立马有快门声，注意看，先是这个按钮有这个从半月到满月的动画，完了之后才会有快门声。
这时候才是真正拍摄结束。一开始你可能会觉得这成像好像变慢了啊，其实都是一样的。但是这个体验调整就大大降低了你在极限暗光拍出废片的几率了。夜景视频的表现的得益于 VR 进步也挺大的，你注意看楼房和树叶的细节 ，X90明显要更加清晰。还有就是这镜头转向的时候啊，这眩光控制也更好了。要注意，在比较暗的场景下呢，它会将30帧呢自动降低到24帧。这样做呢，就是保证画面不卡顿的同时，这整体曝光呢也更高了，更亮了一些。但是啊，这种亮好像套了个滤镜似的，这个灰蒙蒙的亮，偶尔还会有这种黑色色块闪现的情况啊，这算法亟待改进。录视频呢还是苹果的大强项了，无论是1080p30还是4K60，曝光细节还有果冻效果啊，苹果都更胜一筹。不过苹果这鬼影这录像也是一言难尽啊。影像总监啊，在白天光线不错的情况下呢，这个 X90解决了上一代拍摄偏红的问题，这个是很直接的提升，整体色彩主观上也觉得更好看了。但是在偏弱光的情况下，这夜视仪效果啊，有一种犹豫不决的感觉，曝光算法也有待提升，有的时候不如 X80，但是在夜晚暗光啊，这提升就非常明显了啊，比 X80有更好的抗眩光、更纯净的画面啊，还有曝光控制。极限光下呢，还是会有一些偏红，录制视频的时候啊，刚才咱们说的好像套了一个灰色滤镜啊，不太自然。希望在小伙伴们入手之前，为我再抓紧时间优化一下。性能方面啊，首发了天玑9200处理器。之前我们单测过芯片工程机，那是相当顶啊。但是开始之前先注意一下啊，由于之前的工程机搭载的是 LPDDR5X 8533兆 bps 的内存，这一台 X90呢，它搭载的是 LPDDR5 6400兆 bps， 所以因为配置的不同呢，在这块的数据呢可能会有一些变差。实测首发了 UFS 4.0 啊，大家可以把 MVP 先打在公屏上啊。持续读取速度已经超过了4000兆每秒啊，这个写入速度也达到了2702兆每秒，读取速度领先了 UFS 3.1 的机型2倍还多，这个也超过了之前用了 SSD 技术的黑鲨5 Pro 啊，表现确实非常优秀啊，绝对 MVP 了。随机读取呢，分别是341兆每秒、475兆每秒和 UFS 3.1，表现相当。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初期版本优化的问题，不过顺序读写的提升啊，比如说你在安装大型应用的时候，这个速度呢就变快。娱乐图综合跑分122万加，领先天玑9000的101万和之前8 Plus 的110万，不过比我们测试的工程机是要低一些的。猜测呢是由于 LPDDR5 在跑 GPU 项目的时候，这带宽没有之前那么高，导致 GPU 的项目分数偏低。CPU 方面 ，Geekbench 5单核1377，比天玑9200工程机呢要稍弱一点，但是在目前已测安卓机中是最强的。多核呢4328，与上一代的 X80 呢跑分相当，不过面对苹果单核1877，多核5461的成绩，还是要差不少啊。这个安卓继续努力。GPU 方面 ，CyberMark Wildlife 离屏实测 X90峰值可以达到12584分啊，领先一众其他 SoC 的机型，但是比我们测试的工程机呢也要稍微弱一点，还是刚刚那样啊。这个猜测是 LPDDR5 的内存带宽不够啊，导致这个 GPU 项目分数偏低。20轮连续测试的稳定性方面 ，X90的峰值达到了12847，稳定性也到了80.4%，也就是最差的分数也有1万分以上了，比97.8%稳定性的 X80 的8000多分啊，在性能的输出方面要更强，这块比之前工程机的表现就要好不少了。数据库标准环境王者极致60，除了 iPhone 以外啊，几台机型都能维持一条直线跑满。直接看功耗 ，X90 的2.8瓦和骁龙8 Plus 的2.9瓦表现相当，不过不如当时9200工程机的2.3瓦啊。我盲猜就是因为这个机型确实堆叠的更加紧实了嘛，高了0.5瓦左右。加大压力，王者高清120，四台测试机型呢均是一条直线跑满，波动也都在1点几。我们来看功耗 ，X90 呢3.6瓦和 X80表现是一致的啊，比8 Plus 的小米12S Pro 呢低了0.1瓦，同样比9200工程机的3瓦也高了约0.6瓦。原神数据库3.0新测试模型30分钟 ，X90 存在部分掉帧的情况，平均帧率是57.8帧，这成绩数字看着还是不错的啊。这波动12.5，和8 Plus 的12S Pro 57.4啊，12.2的波动呢基本差不太多，肯定是要强于上一代的 X80 了，功耗约5.7瓦，比12S Pro 的6.4瓦低了约0.7，能效呢领先约12%。温度方面呢 ，X90 最高温度仅有44.7摄氏度啊，没过45，能有这个帧率，那表现是很不错了。OK， 性能总结，无论是游戏实测还是纸面跑分，作为首发量产的9200，这表现算是很可以了。在尽可能低的功耗下呢，都维持了相对稳定的帧率，但可能是 LPDDR5 的问题以及目前出版本这个优化啊，在跑分环节上呢，比这个工程机呢还是要差一些的，在游戏能效环节也稍弱，期待后续继续打磨。20款应用2轮打开测试 X90 用时105秒，而且没有杀后台啊，这表现相当不错。但注意，你开启性能模式啊，这过渡动画会从优雅变为高效。
续航方面啊 ，3.0 数据库3小时轻度续航测试胜于58%，以测机型中排名中下；5小时重度续航测试胜于8%，到这儿就排到中上了。看来这款机在打游戏等重度场景的能效上还是 OK 的。极限续航测试直到把它干到关机啊，这台机器一共坚持了5小时54分钟，数据库排名前列了啊，基本就6个小时了。120瓦充电啊，实测5分钟充入34%，前台100%，需要25分钟完全充满，用时26分钟，这涓流充电只有1分钟啊，表现很不错。系统方面 ，Android OS 3我们没有做专题视频啊，这里我们就挑几个主观觉得不错的啊。第一个就是桌面文件夹，它这次支持3×3和4×4两种显示方案。3×3模式下，文件的这个图标呢可以直接启动，这个省去文件夹放大的过程了。4×4呢就是之前的方案，在文件夹一页的缩略图上显示更多应用的同时，还可以把小组件也给放进去。还有就是小窗模式啊，明显改进啊，比如你在游戏更新资源时啊，可以将这个程序挂成小窗，一边下资源啊，一边还能正常使用其他应用程序。播放视频时呢，也可以横屏小窗，视频全屏模式下，从左下角向内滑就能够开启，不需要再给 App 单独的悬浮窗权限。这画面大小你也可以随意调整，很适合你打游戏的时候挂一个直播窗口或者挂个攻略什么的。第三个就是原地复活和不公平调度。原地复活这名字听起来很唬人啊，但确实是一个很提升体验的地方。就比如白天我们这个用了很多 App 之后啊，晚上睡一觉起来，你在后台里面把这些 App 翻出来，这应用关之前是什么样，你再启动它还是同样的界面，省去了你在翻页面这个过程。这不公平的调度呢，就是人如其名啊，优先给正在运行的高负载应用更多的系统资源，轻量级的应用呢，尽可能压缩，保证基本运行即可。在后台的保活能力上，刚才的20款大家也看到了啊，这个优化和提升呢还是比较明显的。扬声器和上一代一样，依旧是微风双扬，我们一起来听一下。Her alarm goes off and she gets up to watch the morning news. Doesn't work no more but tells a lot of stories about youth. Drinks more lately, ain't got pills in many different colors too. Morning light is showing, she moves the chair to look out at her view. But a shop was built right across the street and it stands by the sunrise used to be. In the afternoons on the couch to read, goes through old bleachers and memories. 世界杯是正式开打了啊！你支持哪支球队呢？可以先打在公屏上。这次 vivo 出了一个 X90 系列专属世界杯联名冠军礼盒啊，你可以留意一下啊。这里边有3款定制配件，一个金色的钥匙扣，一个手机支架，还有一个定制的奖杯。这奖杯上还会刻有获得者的专属定制名牌。整个礼盒很精致啊，也很稀缺啊，因为这次一共发行好像不到200套啊。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在 vivo 的各大官方旗舰店找到活动区看一看。简单总结，天玑9200啊，照我们之前体验它的芯片测试工程机的时候，那肯定是差些意思的啊。这个也在我们的预料范围之内啊，因为这个芯片工程机呢，其实它的所有的外围硬件和软件呢都是比较轻量化的，完全就是围绕着那个芯片测试去的，所以芯片的整个外围负载呢是比较轻的啊。但是这个量产机型就不一样了啊，这个各种各样的东西全部都给你加在一起了，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啊，这个机器它的内部堆叠跟工程机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嘛。录制视频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价格，但是我觉得跟80应该差不太多吧。如果价格比较像的话啊，今年又是一个比较网红的机型了。至于这个腰线啊，我建议大家线下可以去看一看啊，这个质感啊，你觉得满不满意 ？OK， 如果觉得本期视频对你产生了一点帮助，可否在下方给我们点个赞？本期我们依然是连夜爆肝啊，这个项目比较多，更多任何精彩，大家在全网搜索关注小白视频。我们 vivo 的 X90 Pro Plus 视频再见。